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咱们这期不了情啊，其实已经了了。为什么呢？这期我要说的是翁美玲和汤镇业。当年呢，85年的时候，香港的媒体啊，用翁美玲香消玉殒，汤镇业伤心欲绝这样的标题来报道翁美玲自杀这个新闻。因为在1985年5月14号，翁美玲在家里打开煤气自杀。那翁美玲呢，这等于是一代人心目中的偶像。你包括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当时觉得翁美玲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俏黄蓉嘛。那么她和汤镇业这段恋爱，最终的结果是如此的惨烈。而且在翁美玲死了之后，汤镇业的事业基本上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可以说，这是我们在做这个不了情系列当中一出真真正正的悲剧。那么这出悲剧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咱们得先从翁美玲的身世说起。翁美玲是59年生人，她的父亲是当时香港一个挺有名的人，她母亲并不是她父亲的正房，那阵儿这个有妻有妾的很正常啊。也就是说，翁美玲是庶出。后来人家里头，他父亲死了，他母亲由于是小老婆，分不到一分财产。这时候他母亲呢，又跟他继父结婚了。完了，两个人呢去了英国做生意，就把翁美玲留在香港，寄在自己一个朋友家里。后来他这朋友呢，就把翁美玲送到英国和他的这个母亲团聚。当时呢，他母亲在那边又开了食杂店，又开了什么这个饭店。翁美玲呢就在那连着帮忙，连着念书，周围人都是些男孩子。翁美玲呢就形成了她后来这个性格，任性、倔强，但是能吃苦。所以翁美玲在英国那个时候呢，一边是等于是在自己母亲的店里边打工，另外一方面呢上学读书。当时交了个荷兰籍的这个男朋友。后来他母亲呢突然想了一个想法，说孩子你呀回香港看看，待一段时间。为什么他母亲要把他往香港那边送呢？让他回去呢？一个重要原因，他母亲想借这机会让他跟那个荷兰籍男友分手。翁美玲当时呢也觉得这个男朋友不理想，就这么的，在20多岁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翁美玲回到了香港。可这一回香港可以说虽然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也没有想到人生的旅程在回归香港不久就结束了。翁美玲回到香港呢，在香港的亲戚呢就跟他说，你看你回来这等于度假了，也没什么事，你不在英国参加过选美吗？翁美玲在英国的时候啊，参加过英国的华人选美，得过亚军。那这就漂亮，大眼睛啊，显得娇俏可人。那你参加香港小姐的竞赛，她参加了，一下子进了前15名，那个不得了，因为当时参加都上千人，那是进前15名了。但是由于那个头太小，跟那些模特一般高的女孩子比，她吃亏，最后没进了前5名。可是即使这样的，香港电视台相中她了，让她过来主持节目了，而且有一家演艺公司觉得她不错，跟他签了2年约，认为他是有培养前途的新人。哪个女孩子那是不想出名啊，不想大红大紫啊？所以翁美玲说，那我先留在香港发展吧。那么接下来的事儿，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家这个公司马上就给他找了一出戏。这出戏咱们都看过，过去在电视台播过，叫《13妹》。在这里边，翁美玲呢演一个人物叫双格格。这里头有一些出名的，你像杨盼盼就在《射雕英雄传》里演穆念慈呢，在这里有这个角色。当时那2个男主人公呢，一个是任达华，另外一个是汤镇业。那么当时汤镇业什么样呢？汤镇业那个时候已经是位列无线五虎将之一。无线五虎咱们都知道，黄日华、苗侨伟、梁朝伟、刘德华、汤镇业这5个人。汤镇业当时正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到了2线，成了当时的当红小生。他在这个13妹里边演那个风流多情的安公子，在这之后呢，他又在天龙八部里面演段誉，当时汤镇业已经成了挺红的了。
也无线公司也准备力捧这个角色。那么当时在剧组里，他跟翁美玲就认识了。一开始的时候，翁美玲是拿他当个大哥哥，因为翁美玲毕竟入道时间短嘛，经常跟他聊天，再加俩人年龄差距不大，挺能聊得来。那些有的岁数比他大很多，一点一点的，他跟汤镇业就越走越近。那个时候，翁美玲为了讨好大家呢，到自个儿亲戚家呢，煲好汤拿来给全剧组人喝。到后来就变成了只给汤镇业一个人当陪看。那么当时这两个人事业都称得上顺风顺水。那么我说接下汤镇业拍了这《天龙八部》，翁美玲呢接了一个更大的活，因为他演这个双格格呀，显得俏皮还那么招人喜欢，跟这些大腕搭戏呢一点不怵，因为人家有在英国的背景，见过大世面。所以接下来金庸拍《射雕英雄传》，金庸出来亲自选角，当时很快就定下来，靖哥哥由黄日华扮演，杨康、苗侨伟，穆念慈呢由杨盼盼演，就差这黄蓉了。谁来演？海选，挑了一圈，最后选定其中5个，翁美玲就在其中。翁美玲说：“我怎么能够打动这些人呢？”到试镜的时候，金庸也在那看，导演也在那看。黄蓉穿上一身古装扮相，黄蓉那身衣服啊，拿着一个柳树枝，突然在地上啪来个侧空翻，就站在金庸面前了。这柳树枝一动，斜眼着看金庸，然后一抱拳：“金大侠，桃花岛主之女黄蓉参见大侠。”金庸一看，就你了，就你了，就你了。这确实活泼。也是跟心目中想象中那个黄蓉啊，基本上一模一样。结果就这么，翁美玲把这活接上了。我们后来也知道，大伙儿都能想象当年83版射雕在这个中国大陆这火成什么样，在香港这那当时就不得了了。那阵你看有多少好看的电视剧，尤其金庸的小说，一下子翁美玲大红大紫。这一大红大紫呢，他跟汤镇业俩人已经是恋人关系了。那时候苗侨伟也崛起了，那么汤镇业呢，相应的呢活就受点影响，片约也少了那阵儿，所以这个当时汤镇业闲工夫多，翁美玲忙起来了，这个广告那个活动这签约，汤镇业呢跟翁美玲在这正是好的时候，背着包天天跟着翁美玲这儿去那儿去，看起来两个人成双成对的很恩爱。可时间长了，有人就说汤镇业成翁美玲跟包去了，根本这状态不行了什么的，演艺生涯也够呛。汤镇业心里听着也不大痛快，所以那段后来他有意识的呢，故意就不跟翁美玲出去，怕人家说三道四。可是这种情况呢，两个人都是那种内向的人，有很多事没说清楚，结果就经常闹别扭。本来都在一块住呢，有一段时间也不在一块了，闹别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翁美玲来讲，她感到很这个孤苦无助。为啥呢？你这个母亲也不在身边，自己突然间天上掉馅饼，是这么多好事来了，小姑娘心里也发懵。可是心里有事儿，她烦呢，在朋友的带着之下呢，就到一些夜总会喝个酒、跳个舞什么的玩，心里头还闷。这我们说一喝闷酒非容易多了不可，一整就喝多。正这时候有人要趁虚而入，这个人呢是香港一个浪荡公子，人长得倒很漂亮，家里头有点钱，叫邹世龙，曾经跟一些当红女歌手交过朋友。结果经朋友认识，在夜店里认识翁美玲了。翁美玲呢倒是不像说是看上汤镇业那么是看上他，就觉得反正有人陪你，这喝个酒画个拳呢，聊天玩呗，这都我也不是爱上你怎么的，当朋友处呗。那么两个人就越来越熟。那这个事儿呢，你想呀，他难免就传到汤镇业耳朵里。汤镇业一听可奇怪了，你想我这个就是不怎么跟你出来，冷落你2天你就这样，汤镇业很是气愤。那么这时候翁美玲呢，长时间得不到汤镇业对他的解释，他也来气。时光一晃到了85年，两个人呢偶尔的在这个公司里见面，没说几句话就吵。这时候翁美玲呢也听说了，说汤镇业呢
出去溜达玩去，有时候跟那苗小伟他们一起玩，俩人带俩女孩，你这怎么回事？翁美玲也别气呀，也想说你汤镇业到底是怎么了，也没有多少机会来解释这个事儿。结果到85年5月份的时候，5月初的时候，一个周末，翁美玲给汤镇业打电话，没找着汤镇业，没在公司。翁美玲很气愤。这时候周末了，这邹世龙来约翁美玲，说咱俩呀去澳门玩玩怎么样？想去吧，走吧，反正就俩人去澳门就到赌场去赌钱去。可是进了澳门赌场，因为翁美玲那会儿名气大呀，有记者就发现了，就给拍下来了，说他跟邹世龙俩人在澳门赌场，还拍他俩一起回酒店，回葡京酒店。你想着孤男寡女在一块儿，这人展开丰富联想。其实那阵他俩没什么事儿。这很快香港那边报纸就见报了。等翁美玲再回到香港，一帮记者围着他，你怎么回事？说你去那边去了。同时呢，报纸上最有意思，还登出来也是这个周末，汤镇业带几个女孩出去玩的照片啊，穿着泳装在那游泳，然后开车什么玩。他俩看着这报道，互相之间都气得不得了。完了，5月12号，两人在公司见面了。汤镇业不阴不阳说：“你周末玩的挺好啊。”翁美玲也说：“听说你周末玩的挺好，你还游泳了呢。”你看，俩人赌气的互相揭对方的底儿，然后两个人就进了公司一个里屋，门关上了。当然，人俩在里边什么样不知道，只说他俩声音很大，吵架了。结果再一出来，你看翁美玲就失魂落魄的了。晚上他又去喝酒去了，喝到后半夜回来一看，汤镇业在家里坐着，因为汤镇业有他家钥匙嘛，俩人在一块住过那儿。翁美玲没想到他在这儿呢。完，这时候汤镇业说：“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你又喝酒去了。”显得很气愤。翁美玲一看，你气不气？我才不理你呢。进屋睡觉。结果到天亮醒了，一看汤镇业还在那儿坐着，心里头也挺歉疚。正这个时候，他一些朋友来玩牌干个什么的，翁美玲就接待朋友，一会儿我再跟你说。没想到汤镇业一看，我都这样等你一宿，你居然还打麻将。一来气，把屋里自己的东西划拉划拉装在箱子里，说我东西已经收拾好了，再见，我走了。抬腿走。翁美玲一看汤镇业这么不给他面子，当着哎呦，心里那个伤心难过，那就别提了。结果5月13号的晚上，翁美玲回到家里头，也是喝了点酒，又弄了白兰地什么的，喝多了，把浴室那个煤气阀给打开，结果香消玉殒，煤气中毒死亡。那么在这个之前呢，翁美玲不是没有过这念头。他在跟汤镇业感情有纠葛的时候，特痛苦的时候，他曾经吃过安眠药，吃完就后悔了，赶紧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过来给他洗胃了。还有一次是打开煤气阀就要自杀了，一帮朋友来了才制止他这种愚蠢的想法。在事后，香港不少心理学家都研究，因为翁美玲心里边他是那种很执着的人。你比方说这个男人，我要爱他，那他在我心里地位谁也替不了。所以由他自杀这事儿也能看出，他和那邹世龙就是朋友在一块玩，没什么事情。他是一直很爱汤镇业的，所以这个人极端，这也就提醒我们，当人在这种极端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心扉，倾诉出去，不能憋在心里，一定要跟更多好朋友一块聊天玩，把这种苦闷发泄出去。你不能自己事儿都憋到心里边。但当时翁美玲一方面不愿意跟别人讲他跟汤镇业的事儿，另外一方面媒体这种报道给他压力很大，更重要一点，他没有亲人在身，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傻事儿。那么翁美玲死了，哎，当时汤镇业听了之后，穿着背心短裤就往医院跑，怎么回事啊？那也抢救不过来了。最后翁美玲出殡的时候，汤镇业呢给献上玫瑰花，把玫瑰花插到翁美玲的鬓边，然后拿一个木梳掰成2截，这一截扔了，这截放棺材里。这是什么？这叫法妻，结发夫妻。这其实是等于按自己老婆的规格来这个给翁美玲做这盘白事。所以就是汤镇业当时后悔的不得了，
说我真是不知道翁美玲怎么想，原来是这样。你看，两个人因为沟通不畅，造成了这么大的悲剧。那么翁美玲呢，在他死后呢，无数人在追忆他，到现在为止，就包括我们这么大的，经常有时候听到那个一恨忘梦起曾给，就想起黄蓉。所以就现在每当我们看到跟这翁美玲有关的消息，都情不自禁的关注他，成了一代人。我想以翁美玲的演技呢，如果他没有过世的话，也不知道他能发展成什么样。但是我相信他在我们心目中地位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么美好。他等于给我们留下一个永久的俏黄蓉，就在那年纪轻轻的25、26岁的年纪，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么我们回头再看汤镇业，汤镇业从翁美玲过世之后呢，他整个的事业线是直线下降，也接不着更多的戏了。为啥呢？好多香港人认为啊，翁美玲死就是你汤镇业不理解女儿心，在外边花天酒地造成的结果。其实这种事情，你不能把板子打一个人身上。汤镇业也挺冤，可是有那么多喜爱翁美玲的人，自然要迁怒于汤镇业。所以汤镇业当时在香港好多就不敢找他拍片子，怕有的人抵制。后来汤镇业没招，逼着到台湾去拍片子，但后来再就没有什么起色。现在汤镇业早不是当年那个风流潇洒的小生了。我有时候就想，如果翁美玲不死，他跟汤镇业后来还会怎样呢？但这个事啊，历史是永远没有假设的，你也不知道后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总而言之呢，翁美玲、汤镇业这一段酿成悲剧的爱情，我倒觉得给我们现在正处在恋爱中的青年男女能提供好多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我们要多注意这种沟通，不要彼此的那么自私、任性、刁蛮。遇到事情之后，多敞开心扉，多理解理解人，这样的话才是两个人相处之道。李宗盛歌里唱过吗？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我想这一点，从翁美玲、汤镇的悲剧上，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今天我们给大家说这段不了情是齐秦和王祖贤。那么齐秦和王祖贤呢，两个人啊，总共恋爱谈了有15年，期间经历了分分合合，最终呢，却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扰的情况之下呢，没有出现第三者的情况，两人这段感情却无疾而终，给红尘当中很多红男绿女啊留下了数不尽的唏嘘叹惋。那么这段感情的开始呢，是从两个人拍一部电影。那么说到电影，毫无疑问，王祖贤水平可能远远高于齐秦。王祖贤当初啊进入这个电影圈，主要的原因是身高和外形。王祖贤身高1.72米，他爸爸呀是原先在台湾打篮球的很有名的选手，所以有这么个遗传基因。王祖贤以前呢在念中学的时候呢就进校篮球队，当时这个校篮球队呢形象代言人就是王祖贤，个子不仅高，人长得漂亮，所以这个身高啊使他在这个一众的女孩当中啊显得格外出众。有的时候呢做个业余模特什么的，很容易就被经纪公司给发现了。说这个女孩你看不仅个高漂亮，而且气质好。所以后来就有人呢一点点拉着她走进电影圈，在台湾的电影圈里呢小有名气。那么像这样的资质比较出众的女演员呢，香港作为一个娱乐化很强的大都市，那里的星探是不可能放过她的。就这么的呢，王祖贤本人也向往香港的这个电影行当，因为香港电影发达程度远在台湾之上。后来王祖贤呢就从台湾来到香港，来到香港之后啊，他在台湾当时有点名气，那在香港呢就是小滋味，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么他拍片子的时来运转，出现在徐克导演拍的《倩女幽魂》。那个时候香港好多鬼怪片，徐克导演就想拍一部很另类的鬼怪片。你比方以往我们一说女鬼，那就青面獠牙，很恐怖很吓人，吸血。徐克就想拍一个缠绵悱恻的人鬼之间的那种爱情故事，所以他挑准了《聊斋》当中小倩这一篇。讲的这个小倩呢，
在荒村野店，这个女鬼碰上书生宁采臣，两个人有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那么当初选这个角很关键，就你比方说这个女鬼，首先你外形上她得漂亮，要不然爱情故事你看着就不那么好看。但是这个鬼呢本身又阴气森森，所以说这对于一众女演员的考验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徐克导演呢就不想用现有的女演员，想用新人。哎，这个时候王祖贤主动报名找徐克导演，说我想演这个。徐克看了一眼说你算了，你这再说不行。徐克导演当时旁边有导演助理，这个助理就觉得王祖贤可以说这样吧，第二次再面试的时候你再来一趟。第二次王祖贤有备而来，当着徐克面演了一个小段，哎，徐克一看不错，确实气质各方面挺好，就这么的王祖贤捞到了演小倩的机会，一下子就名气大起来了。后来我们知道又接着拍了这个《倩女幽魂》呢后边的两部，然后就开始拍徐克导演另一部片子《青蛇》，他里边演这个白娘子白素贞，跟这个张曼玉两人配戏。那么这部戏里边呢，王祖贤演的这白娘子也是个颠覆性的形象。以往白娘子呢，你看千年蛇妖到西湖边偶遇许仙，两个人含情脉脉的。可是在徐克导演这个青蛇当中呢，白娘子很明确，从峨眉山下界就是为了寻求爱情而来的，而且在情场上看起来是个老手，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这里边拍的很有意思的是，青蛇跟白蛇甚至为了许仙吃醋。所以这一部带有颠覆味道的片子呢，当时使王祖贤的这个声誉达到了个巅峰状态，公认的这是港台演艺界一大美女，而且是个演技派。那么他这个出道可以说一帆风顺，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挫折。那么齐秦和王祖贤比就不一样了，齐秦的这个出道过程充满着坎坷。齐秦小的时候啊，他父母感情不和，在家里头有时候吃饭，他父亲就桌子掀了，扬长而去了，跟他母亲经常打架，他母亲也不怎么顾家，愿意打麻将打牌。所以那时候齐秦和他姐姐，他姐姐名气大，齐豫，就是唱那个橄榄树那个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歌就是齐豫首唱的。齐豫比齐秦大2岁，这小姐俩呢一回到家，要是一看桌子上扔点钱，就知道这顿饭自个儿娘不给咱做了，咱还得拿着到外头买吃的。所以就说齐秦呢，他的爹妈呀都不怎么负责任。后来在齐秦10来岁的时候，俩人离了。离了之后呢，他母亲改嫁了，他父亲跑美国去了，就孤零零的在这个台北啊，就把齐豫、齐秦小姐俩给扔这儿了。那阵齐豫呢，已经这个快上大学了，而且经常在歌厅上唱歌，什么有点名气。哎，就这么着呢，姐弟俩相依为命，在台北生活。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呀，没有爹妈管着不行，这一门管了，撒丫子了。齐秦就跟社会上一些不良少年混一块儿去了，抽烟喝酒打架装古惑仔，哎，反正当时就是一个不良少年。后来出了什么事呢？半夜3更替人家寻仇，到人家踹门去，拿着切刀说出来，结果人家报警了，警察给他弄去一看，他以前齐秦也有过打架的不良记录，得了3年。注意啊，这3年不是判刑，送到了台北旁边一个彰化市感化院。什么叫感化院？这是台湾的叫法，搁咱们这边叫什么？叫少管所。把齐秦给送到少管所去，待3年。这3年呢，你得那边上文化课，这边呢干活，你比方说种菜地呀，还是这个手工什么的。那么他进去了，苦了齐豫。齐豫这会儿上了大学了，在大学里的女孩呢，正是很浪漫的时候啊。可是齐豫没有这时间，每逢周六周日一放假，别的女孩都谈恋爱呢，这齐豫呢就得从台北坐1个多小时车来到彰化感化院看自个儿弟弟，给自个儿弟弟带东西，还得陪他聊天，意思你千万别自暴自弃啊。可以说要没有齐豫对自个儿弟弟这么好，齐秦后来那就完了。而且
齐秦再感怀院的时候，齐豫就给他想好了，我这个弟弟将来出来能干点什么，音乐天才非常好，嗓子不错，应该跟自己走一条道。那个时候齐豫凭着《橄榄树》这歌已经火起来了，手头有点钱，就把自己一个好朋友叫李泰祥，是个顶级的音乐制作人，把这李泰祥呢弄到感怀院，说你听听我弟弟唱歌。齐秦也挺不好意思，说你请这么大牌在这儿见面多丢人。齐秦从感怀院出来以后，李泰祥也把他领到台北的各个驻唱会场，就是夜总会啊、酒吧，你坐到这儿弹吉他唱。所以齐秦一点一点的，你这慢慢起来了，成了港台音乐界绝对是非常有特色的大人之一。所以齐秦早期来看呢，整个这个事业不是很顺啊。经过生活坎坎坷坷，那么成名以后呢，在事业上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往齐秦写歌，我看《北方的狼》，那种苍凉凄厉、个性桀骜不驯的感觉，跟齐秦本人的个性是很吻合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他创作了大量的情歌，就不再是那种桀骜不驯的感觉了，里边有非常多的柔情似水式的伤感。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最重要原因让王祖贤给刺激。所以齐秦跟王祖贤当两个人生命出现交叉点的时候，对齐秦的事业反而是个促进。两个人的交叉点在哪儿呢？这得说当初在台湾王祖贤小有名气的时候呢，齐秦在歌坛上也很出名了。王祖贤当时很爱听齐秦的歌，台湾就有个导演要把两个人撮合到一块儿，干嘛来拍一部电影，这名字叫《芳草碧连天》，也是琼瑶题材的，反正才子佳人俊男靓女这种题材。把他俩弄到一块儿拍戏的时候呢，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齐秦心里不大痛快，他怎么不痛快呢？他听人说了，说王祖贤呢笑话他，这齐秦个儿也太矮，对，齐秦才1.7米，王祖贤1.7米，这女的比男的高，她配戏她不容易。王祖贤后来在台湾一般都跟是什么钟镇涛啊，在香港跟周润发这样、许冠杰这样个高的男星配戏，那齐秦个小。那么是不是王祖贤就瞧不起齐秦呢？咱们知道，有的时候啊，一个女孩子表达对这个男孩的感情的时候，她不一定说好话，最怕的是她对待你跟普通朋友是无所谓，那说明对你一点意思没有。所以当时王祖贤跟很多人说，我爱听齐秦的歌，那《大鱼大兄弟》唱的非常好，很深情。后来两个人在剧组里一来二去就熟了，熟了以后呢，互相对对方就有好感。可是齐秦这人就张不开这嘴。后来有一次，导演给他提供个机会，说你呀，这段戏呢，你俩得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你在旁边看着对戏不好对，这么的吧，你齐秦呢上王祖贤家去跟他对戏。齐秦一想，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得跟他表白啊，可是自己又没有胆量，怎么办呢？咱们中国有句话嘛，酒壮熊人胆。这齐秦先去喝酒，就差不多要醉了，跑到王祖贤家了。俩人说一会儿这戏呢，齐秦假装酒劲上涌，表达了他的表达方式更直接，跟王祖贤一摆手说你来过来，说干嘛？你敢吻我一下吗？实际上在我们看这事就算耍流氓啊。结果没想到王祖贤还真就吻了齐秦。那么俩人好上之后，这个真正的情感历程的坎坷这才刚刚开始。王祖贤呢从台北去香港追求事业的发展，齐秦那时候呢为了王祖贤隔三差五往香港飞，而且呢当时齐秦唱歌在香港也有名，他也同时也想搂草打兔子捎带着把这块市场拓展拓展。可没想到接下来的事变生肘腋，齐秦呢不能总在香港待着，得回去。那么王祖贤在香港出了名了，大美女，气质那么好，就有无数富家子弟盯上王祖贤了。其中有位富商的儿子叫林建岳，疯狂的追王祖贤。王祖贤开始没瞧得起他，可是呢，女人这个谈恋爱有句话，这女孩你得陪出来，你得天天有时间在她面前耐着性子，使着小心陪着，
而且林建岳呢有这个耐性，一掷万金3000万港币花出去了，给王祖贤送你一套豪宅，你琢磨琢磨，这个东西对女人她有吸引力啊，而且你天长日久，俩人总在一块待着，所以咱们那句话说，这个天鹅肉让谁吃去了？有的时候让头一个癞蛤蟆吃去了，有的时候让那个最有恒心、那个死皮赖脸的癞蛤蟆给弄去了。所以林建岳这么一来二去呢，他俩呀就好上了。齐秦呢在台北就听了这个信儿，你可是风言风语，你看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快，齐秦在台北就知道了，知道了，齐秦不敢信，打电话问这王祖贤说：“你跟那个林公子好？”有没有？王祖贤那边沉默，不好回答。齐秦就知道，片刻的沉默足以决定一切，所以齐秦很伤心的把电话挂了。这是冬雨，就是写两个人当时分手这段撕心裂肺的痛感。其实齐秦心里非常爱王祖贤，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么痛苦。那一边呢，王祖贤抛弃了齐秦，跟着林公子俩人就好上了。但是当时香港很多，包括娱乐记者都认为这感情长不了。为啥？那林建岳是有名的花心萝卜，而且林家的门风历来都是你孩子怎么玩都行，你要娶儿媳妇，那恐怕不能是演艺圈的，人家这个门风不接纳这些艺人。所以林建岳的母亲，记者采访他母亲，他母亲说：“哎，我儿子就是玩玩，你看着不超过2年。”果然一语成谶，没到2年，林建岳对王祖贤腻了，散了。王祖贤这时候受不了打击了，一个人跑到加拿大躲着去，感情受伤了，哎，找一个地方舔舔自个儿伤口吧，整日间是以泪洗面。有这么一阵儿呢，他在加拿大待着，但是台湾的报纸他能看见了，台湾有不少这小报在上面就吵。说这齐秦呢，现在情绪很伤心，出了那么多冬雨花季狂流啊，这些什么反映失恋的歌曲，一定是心里对王祖贤念念不忘。王祖贤看了之后呢，这时候想到齐秦的好，人有时候往往不遭点罪呀，不知道过去日子好过，所以这时候王祖贤想，齐秦当初对自己呵护有加，多好的日子，忍不住有一天就给齐秦打个电话。齐秦电话里一听是他，那简直激动的手足无措。说你是不是要回来了？你回来我到机场接你。哎，就这么着，王祖贤一看齐秦还肯接纳他，从加拿大飞过来，两个人开始覆水同收，再续前缘。然后齐秦邀请王祖贤参加他 MV 的拍摄，王祖贤在新闻发布会上掉眼泪了。说没想到齐秦对我还这么好，也感动了不少在场的媒体。有人说到这儿，这俩人不就挺好了吗？没想到后面又发生事儿了。在这个齐秦事业上啊，正往上走的时候，也对外也都宣传他跟王祖贤俩人要结婚。可是这时候出问题了，齐秦以前有个女朋友叫吴美芳，这个女朋友吴美芳啊，赶上这个一看齐秦跟王祖贤俩人好上了，哎，眼看要结婚了，这吴美芳突然跳出来告齐秦，说你当初遗弃了我啊，你还有个孩子，这孩子叫吴伟，咱做亲子鉴定就你的，你别不承认，在台湾你这叫遗弃罪。结果上法庭告，这个事儿我们知道纠纠缠缠的，用了很长的时间，台湾的报纸也吵，把王祖贤也给卷进去了。反正这事折腾了得有1年多。本来齐秦王祖贤俩人定咱们呀到西藏结婚，举行个藏式婚礼啊，也因为这搁浅了。王祖贤和齐秦身心俱疲，这时候两个人之间那点不和的苗头出现了，隔不多长时间，终于彻底宣告分手。王祖贤又回到加拿大。哎，现在有传说王祖贤在那边学法维尼了，其实没那回事，但是肯定跟齐秦已经永久的分手了。两个人恋爱了15年，完成了马拉松式的长跑，最终没有走进婚姻殿堂。什么原因呢？我想在这时候跟观众朋友
咱可以分析分析这个事儿。王祖贤和齐秦如果后边没有吴美芳横插一杠，很可能两人就很幸福很圆满。可是问题就在于，走进婚姻之前要解决好多问题。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咱们有不少的朋友身边都看见有人离婚了，带着孩子，很难再组建家庭。一组建，这孩子就是个联系人了。他爸爸有时候来看他来，你这个玩意儿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感情是自私的，也是唯一的。一旦把这些事儿掺和进来了，双方恐怕心里就都会埋下怀疑的种子，而这个种子一旦扩大的话，双方的信任感就丧失了，一丧失走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咱们有的时候说呀，男女在一块儿坦白点吧，过去的感情经历其实过去都过去了，你要的是他现在和你们共同的将来，你管他过去那么多干嘛呀？只要不是藕断丝连，有的人咋坦白，互相之间都知道，搁到心里倒是病了。所以有的时候人难得糊涂，不是对现在和未来糊涂，对过去要糊涂。那一页翻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把它重新翻回来。有时候重新翻开意味着什么？撕裂了原来已经缝合的伤口，这个对谁呀都没有好处。齐秦和王祖贤就是活的教训。好，感谢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